阮小姐，你确定要注射假死药吗？成为秦燕贴身杀手的第10年，阮清梦决定离开她了。她走进城南一家不起眼的地下诊所，用全部积蓄换来一支假死药剂。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告诉她，注射后脉搏会逐渐衰弱，第7天心跳停止，72小时后就会苏醒。阮清梦将药剂推进静脉，转身走向霍家别墅，雨点打在她肩头，寒意沁入骨髓。她忽然想起10年前那个雨夜，贫民窟漏雨的棚屋里，她为了给妹妹买药，用自己换了秦燕递来的那张卖身契。那时秦燕也不过18岁，却已经掌控着整个东南亚的地下势力。她站在破旧的棚屋前，黑色西装一尘不染。想活？少年的声音比雨还冷。他拼命点头，从今往后，你的命是我的。他给了他一块面包，一件干衣服，还有一把枪。10年来，他亲手将他培养成最锋利的武器，杀人于无形的影子。阮清梦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对秦燕的感情变了质。也许是那次他中弹垂危，他抱着他闯进医院；也许是他教他用枪时胸膛贴在他背后的温度；又或许是去年商会晚宴，他被人下药，将他按在休息室沙发那荒唐一夜。那夜过后，秦燕从未提及，他也装作无事发生。只是每隔几天，他就会来他房间，有时温柔缱绻，有时粗暴如兽。他从不许诺，他也不求，因为他是秦燕，冷血无情，杀伐决断。他虽没给他名分，却也从未对任何人动心。直到那天，秦燕带着一个少女回家，阮清梦站在走廊阴影里，看清那张脸的瞬间，浑身血液凝固。是他妹妹，那个他以为早已病死的妹妹。原来当年那笔钱让妹妹撑了过来，后来被富商收养，可前些日子富商全家遭遇绑架，只有妹妹活了下来。是秦燕救了她。当年那个瘦弱的小女孩，如今出落得明媚动人，扑进她怀里，哭得颤抖。姐姐，月月好想你。那一刻，阮清梦以为老天终于开眼了。可她很快发现，秦燕看阮清月的眼神不一样。她从不让阮清月碰黑暗的事，反而请来最好的老师教她钢琴绘画。阮清月怕黑，她就在她房间装满夜灯。阮清月喜欢玫瑰，她命人从保加利亚空运整片花田。后来阮清月被敌对帮派下了毒，对方放话想要解药可以，只要他把最得力的手下阮清梦送过去，任他们处置1个月。谁不知道那个帮派以折磨人为乐，他们地下室里抬出去的尸体没有一具是完整的。阮清梦看向秦燕，希望他能说一句不行，1个月后我来接你。他却只说了这一句。那1个月是阮清梦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。那些人用高压电击穿他的神经，又找来医生救治，只为听他惨叫。他们将他锁在冷库3天3夜，看他像濒死的鱼一样挣扎。最痛的那天，他们取来1箱毒液，将他的双手浸入蜜糖，再按进箱中。千万只蚂蚁啃噬血肉的痛楚，让他生生咬碎了牙。被送回来的前夜，帮派首领捏着他的下巴冷笑。秦燕为了个小姑娘，连最得力的手下都舍得送来。你说他是有多爱那个丫头？阮清梦没有回答，她只知道她心里那簇为秦燕燃烧了10年的火，在那1个月里一点点熄灭了。她牵过卖身契，这一生都是秦燕的刀，生死不由己，除非她死了。假死是她唯一能离开她的方式。阮清梦拖着残破的身子回到霍家别墅时，天已近黄昏。她刚踏进门，阮清月就带着几个保镖拦在她面前。一袭香奈儿套装，美得耀眼。姐姐辛苦了。阮清月笑得甜美。为了我的解药，被那些人折磨这么久，身上肯定很脏。她拍了拍手，来人，给姐姐消消毒。话音未落，一旁的保镖猛地将1桶消毒酒精朝她泼来，液体浇在身上，瞬间刺痛伤口。阮清梦站在原地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疼吗？当然疼，可比起那些人对她用刑的痛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阮清月见她浑身发抖，却一声不吭，撇撇嘴，干净了，进去吧。阮清梦拖着身子回到自己偏僻的房间，刚解开衣服准备上药，房门突然被推开。秦燕逆光而立，黑色西装衬得她越发挺拔。10年了，这张脸依旧让她心跳加速，哪怕心已经死了。回来了。她大步走近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阮清梦默默转身，露出遍布伤痕的后背。秦燕的手指轻轻抚过一道狰狞的刀伤。怎么弄的？他们的猎刀。阮清梦声音平静，秦燕又指向一块烫伤。这个呢？烧红的烙铁。每说一处伤，秦燕的眉头就皱紧1分，直到她看见那片酒精灼伤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月月让人泼的酒精，说我脏。秦燕眼神一沉，你说什么？
月月让人用酒精泼我。阮清梦直视他的眼睛，他说我脏。话音未落，秦燕的脸色瞬间阴沉。月月最是善良，听说你为了救他甘愿入虎穴，整日以泪洗面，恨不得替你受苦，怎会做这种事？阮清梦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？阮清梦直视他的眼睛，我没有。还敢狡辩？秦燕猛地甩开他，来人，家法伺候。保镖们面面相觑，却不敢违抗命令。阮清梦被按在院中的长凳上，第一鞭下去，皮开肉绽。秦燕冷眼旁观，今日只是小惩大戒，若再有人敢污蔑月月，这就是下场。第二鞭，第三鞭，阮清梦死死咬住嘴唇，直到尝到血腥味儿。他想起第一次执行任务受伤，吓得浑身发抖，是秦燕将他搂在怀里，轻声安慰：别怕，有我在。如今让他痛不欲生的也是他。20鞭打完，阮清梦已经成了血人。他艰难地抬头，想再看秦燕一眼，却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恍惚中，他听见医生战战兢兢的声音：燕哥，阮小姐脉搏微弱，恐怕没多少时间了。秦燕手中的酒杯啪地碎在地上。你说什么？他声音冷得像冰。医生伏在地上，不敢抬头。属下不敢妄言，阮小姐确实……滚！医生慌忙退下。阮清梦静静躺着，心里清楚，假死药的药效开始发作了。待房间重归寂静，秦燕一把掀开被子，阮清梦苍白的脸映入眼帘。那双总是握枪的手，如今无力地搭在床单上。那边向我立过血誓。他声音冷得像淬了冰。若敢伤你性命，我必让他们生不如死。阮清梦，你何时学会与医生串通，演这出将死的戏码？阮清梦只是缓缓闭眼，沉默不语。眼看他不辩解，秦燕愈发认定他是在撒谎，冷着脸下令：来人，把他的药全扔了。既然这么喜欢装，那就让他自生自灭。秦燕摔门而去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。阮清梦静静躺在床上，后背的鞭伤火辣辣的疼。他早已习惯了忍耐疼痛，就像习惯了他一次又一次的伤害。夜色渐深，伤口疼得愈发厉害。他咬着被角，冷汗浸透了衣衫。恍惚间，他想起第一次中弹时，秦燕守在他床前3天3夜，亲手为他取子弹。那时他眼中的心疼，曾让他误以为那就是爱。天蒙蒙亮时，疼痛终于减轻了些。阮清梦刚合上眼，房门就被管家敲响。阮小姐，燕哥命您即刻去前厅，陪同去教堂做感恩祷告。阮清梦艰难地撑起身子，每动一下都像有千万根针在扎。她简单包扎了伤口，换上一身黑色西装。前厅内，秦燕一袭黑色高定西装，正温柔地为阮清月披上外套。阮清月一袭白色连衣裙，纯洁无瑕，与满身伤痕的阮清梦形成鲜明对比。来了，秦燕头也不回。今日你负责保护月月，若有半点闪失，提头来见。阮清梦垂首应是。一行人出了门，阮清月被秦燕亲自扶上车，阮清梦则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。车轮碾过湿滑的路面，溅起冰冷的水花。行至半路，天空突然下起暴雨，雨水浸透了阮清梦的衣衫，后背的伤口被雨水冲刷，血水顺着机车流下。燕哥，阮清月摇下车窗，看着雨中狼狈的阮清梦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。姐姐浑身是伤，要不让她上车躲躲雨，实在不行也给她件雨衣吧。秦燕连看都没看阮清梦一眼，一个杀手，不用在意。阮清月嘴角微微上扬，阮清梦却只是握紧了车把。是啊，他从来都只是一个杀手，一把随时可以丢弃的枪。或许就算他真的死了，他也不会在意分毫。教堂坐落在半山腰，山脚下，秦燕突然下车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撩起裤腿跪了下去。燕哥，保镖们惊呼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还愿。秦燕声音平静，当初月月中毒，我在此向上帝祈祷，如今她痊愈，自当一步一叩，以示虔诚。阮清月红了眼眶，燕哥不必如此。秦燕却已俯下身，额头重重磕在石阶上，一步一叩，鲜血很快染红了他的额头。阮清梦站在雨中，看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，为了另一个女人卑微至此。周围的信徒纷纷感叹，这位先生对未婚妻真是情深意重啊。未婚妻，阮清梦心头一刺。是啊，在世人眼中，阮清月才是秦燕心尖上的人。终于到了教堂，秦燕膝上的伤口已经凝结，却仍坚持先带阮清月去做祷告。礼拜堂内烛光摇曳，秦燕握着阮清月的手，虔诚地跪在圣像前。上帝保佑，愿月月一生平安喜乐。阮清梦站在教堂外，雨水顺着她的发梢滴落。做完祷告，主教亲自迎上来。燕哥多年来捐赠丰厚，我们无以为报，唯有这尊圣母像相赠，可保家宅平安。
阮清月却看中了另一件艺术品，能不能换成这幅画？主教面露难色，这幅天使之泪已经答应赠与陈家少爷了。秦燕转头看向一旁的年轻人，我用码头的那批货与你换这幅画，如何？陈少爷惊讶道，燕哥，那批货的价值可比这幅画高多了。月月喜欢，花再多钱也值得。秦燕语气平淡，却让阮清梦心头一颤。短短一日，他就见识到了秦燕对阮清月的宠爱有多深。原来不是他不懂爱，只是不爱他罢了。陈少爷笑着拱手，既然燕哥开口，这幅画自然该让给阮小姐。侍从小心翼翼地将画取来，阮清月欢喜地伸手去接。就在他指尖刚碰到画框的瞬间，突然啊的一声缩回手，雪白的手腕上赫然2个细小的血孔。众人这才发现画框背面藏着一只毒蝎，已经在他手腕上折了一口。秦燕脸色骤变，一把抓过阮清月的手腕，毫不犹豫地俯身吸出毒血。阮清梦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为阮清月焦急的样子，忽然想起自己曾经中毒时，秦燕只是淡淡说了句自己解决，便转身离去。医生很快赶来，诊查后道，此毒需特殊血清方可解，但这种血清只在黑市流通，极难取得。我亲自去。秦燕刚要起身，衣袖却被阮清月死死拽住。燕哥别走，我害怕。阮清月泪眼婆娑，秦燕眉头紧锁，目光扫过众人，最终落在角落的阮清梦身上。你去取来。遵命。阮清梦领命而去。黑市深处，夜雨如注。阮清梦穿梭在阴暗的巷弄间，伤口在雨中隐隐作痛。他闯进一家又一家地下诊所，挨个询问那种稀有血清。那种血清早就断货了。一个满脸疤痕的医生嗤笑道，除非你去毒蛇那里碰碰运气，不过他那地方可不是女人该去的。阮清梦毫不犹豫地转身走向城市最危险的区域。在破旧的仓库里，他找到了那个绰号毒蛇的黑市贩子。对方看着他满身的伤，露出猥琐的笑容。血清我有，但要拿你来换。阮清梦眼神一冷，手中的枪已经抵在对方额头。我不想重复第二遍，一场恶斗在所难免。阮清梦虽然重伤在身，但10年的杀手本能让他在最后关头夺得了血清。当他拖着满身新伤走出仓库时，天边已经泛白。回程的路上，他因失血过多几次晕厥，却还是强撑着回到了教堂。当他浑身是血倒将血清递给秦燕时，他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，直接夺过血清递给医生，快注射。阮清梦踉跄了一下，扶住门框才没倒下。医生将血清准备好，可阮清月怎么也配合不了。秦燕大步走进医疗室，低声哄着，乖，打了针就好了。疼。阮清月泪眼汪汪地摇头。秦燕盯着他看了片刻，突然挽起自己的袖子，先给我打一针示范，不会疼的。当针头刺入秦燕的手臂时，阮清月终于勉强同意注射。门外的阮清梦怔怔地看着这一幕，心口像是被人生生剜去一块。他默默转身离开，后背的伤口似乎又裂开了，但比起心里的痛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因阮清月中毒，秦燕决定连夜返回别墅。天黑路险，他命数10辆车开着远光灯，将山路照得如同白昼，只为确保阮清月的安全。突然，枪声响起，有埋伏，子弹如雨。秦燕第一时间将阮清月护在怀中，头也不回的冷喝：“阮清梦断后！”阮清梦拔枪迎击，枪火如星。可他本就重伤未愈，动作渐渐迟缓，一个不慎，一颗子弹直射胸口，噗，鲜血喷涌而出。他踉跄着跪倒在地，视线模糊间，他看见秦燕抱着阮清月远去的背影，连一个回头都没有。燕哥，他张了张嘴，鲜血却从唇角溢出。再次醒来时，浓重的消毒水味呛得他咳嗽不止。他听到医生颤抖的声音：“燕哥，阮小姐失血过多，就算输血抢救过来，之后怕是也活不了多久了。”胡说！秦燕猛地踹翻茶几，他给了你多少好处，竟一而再再而三让你陪他演这出戏。阮清梦艰难地睁开眼，看见秦燕阴沉的侧脸，他死死盯着医生，眼中是他从未见过的暴怒。全力救治，若他死了，你们统统陪葬。此后数日，阮清梦的房间里医疗设备不断，阮清梦的意识在黑暗中浮沉，时而听见医生的低语，时而感受到伤口的剧痛。直到某个清晨，他终于彻底清醒。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黑色天花板。燕哥，阮小姐醒了。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秦燕一袭黑色西装踏入房间，铂金袖扣随着步伐闪烁，在晨光中划出冷冽的弧度。他站在床前，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她。醒了。阮清梦想要起身，却被一阵剧痛逼得倒回枕上。躺着吧。秦燕语气淡漠，明天我要去处理一批叛徒。他强撑着支起身子，
牵动胸前伤口，顿时疼得眼前发黑。我可以随行。不必。他打断的干脆利落。你留下保护月月。阮清梦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床单。明白。秦燕转身欲走，却又停住脚步。记住，若有半点闪失。魏晋的话语里满是威胁。以性命担保。阮清梦望着他远去的身影，胸口比伤口还要疼。养伤期间，他按照秦燕的命令保护阮清月，阮清月却变本加厉地折磨他，让他在暴雨中站2个时辰，命他一遍遍擦拭已经干净的车裤，甚至故意打翻咖啡烫伤他的手。姐姐。阮清月笑得甜美。你知道吗？燕哥说等他这次回来就和我订婚。阮清梦的手微微一颤，滚烫的咖啡洒在手上，却感觉不到疼。这天傍晚，他刚从厨房端来阮清月的晚餐，前院突然传来一阵骚动。怎么回事？他问一个匆匆跑过的保镖。燕哥处理叛徒时中了埋伏，为了能早日回来陪月月小姐过生日，改了行程，途中遇袭中枪了。阮清梦手中的托盘咣当落地，他顾不上满地的碎片，跌跌撞撞地向前院跑去。院子里乱作一团，他拨开人群，看到秦燕躺在担架上，胸口一片血红，西装被鲜血浸透。阮清月扑在他身上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别墅灯火通明了一整夜。阮清梦站在偏厅外，看着医生们进进出出。秦燕胸口的子弹已被取出，但失血过多，需要特殊血型输血，需要大量输血。医生擦了擦额头的汗，但这个量，捐血之人会有性命之忧。阮清月闻言，脸色瞬间煞白。我虽然是这个血型，但自幼体弱，若是输这么多血……他突然转头看向阮清梦，姐姐，你也是这个血型，燕哥待你不薄，现在是你报恩的时候了。阮清梦站在原地没动，她后背的伤还在渗血，胸口因假死药剂的作用隐隐作痛。姐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阮清月娇声道，你不过一个杀手，而我将是这里的女主人，还使唤不动你了。来人，给我按住她。几个保镖上前，粗暴地将阮清梦按在医疗床上。得罪了。医生举起采血针，冰冷的针头刺入他的手臂。针头刺入的瞬间，阮清梦咬破了嘴唇，她能感觉到血液正从体内快速流失，温热的血液顺着导管缓缓流入血袋。滴答滴答，一袋2袋3袋，视线开始模糊，耳边只剩下血液流动的声响。当第4袋血抽完时，阮清梦终于支撑不住，昏死过去。再醒来时，她已被扔回自己的房间，手臂上的针眼无人处理，血渍将衣袖粘在皮肤上，稍一动弹就撕心裂肺的疼。阮清梦咬着牙，一点点撕开粘在伤口上的布料，每撕一下，都像是有人拿着钝刀在剐她的肉。冷汗浸透了床单，她却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。处理完伤口，阮清梦昏昏沉沉的睡去。梦里，她回到了10年前那个雨夜，贫民窟的棚屋里，她握着妹妹的手，在雨中艰难前行。砰！房门被猛地踹开，秦燕阴沉着脸闯了进来。阮清梦，他一把将她从床上拽起。我走前分明警告过你，要保护好月月，你竟敢让她给我输血。阮清梦被扯得伤口剧痛，却只是沉默地看着他。说话。秦燕掐着他的下巴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属下知错。阮清梦声音嘶哑，他知道是阮清月冒领了他的功劳，又诬陷他，但也清楚，即便说了，秦燕也不会信。既知错，秦燕脸色愈发阴沉。那便去地下刑房领罚。阮清梦瞳孔微缩。地下刑房，那个让所有杀手闻风丧胆的地方。刑房分9区，每区一种刑罚，能活着出来的10不存1。是。他艰难地下床，跪地领命。地下刑房阴冷潮湿，第1区的电击让他浑身抽搐，第2区的烙铁在他背上烙下永久的印记，第3区的针刑将镇定剂一根根注入他的血管。到第7区时，行刑人将他的手指一根根折断。阮清梦疼得眼前发黑，恍惚间想起在敌对帮派那里，他的手指曾被特殊刑具折磨得变形。那时他想着秦燕，咬牙挺了过来。如今他连想的力气都没有了。1天1夜后，阮清梦被拖出地下刑房，刺眼的灯光照在他血肉模糊的身上，隐约看到秦燕负手而立的身影。知错了吗？他冷声问。阮清梦趴在地上，浑身没有一块好肉。属下知错，下不为例。秦燕丢下一支药剂，这是特效药，注射后回去养伤。谢燕哥。阮清梦艰难地叩首，颤抖着注射了药剂。药很疼，却不及心里1/1000。回到房间，阮清梦自己处理伤口。假死药剂的效力越来越强，她的脉搏日渐虚弱。那人曾说，注射第7日便会心跳停止。她数着日子，等待解脱的那天。很快，阮清月的生日到了。
别墅大办宴会，宾客如云。阮清梦作为保镖，默默站在角落。阮清月一袭定制礼服，笑靥如花，众人纷纷献上贺礼，钻石名表，琳琅满目。秦燕送的是一辆粉色兰博基尼，全球限量，价值1000万。阮清月欣喜地接过车钥匙，得意地在宾客间转了一圈，最后停在阮清梦面前。姐姐，她甜笑着问，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呀？阮清梦沉默，作为杀手，她身无长物。没有吗？阮清月故作失望，随即又笑道，那不如姐姐表演个节目助兴吧。听说当年你能成为燕哥的杀手，是从上千人中厮杀出来的，可惜我没能亲眼目睹。他眨眨眼，地下不是有个斗狗场吗？不如姐姐与恶犬搏斗，让我开开眼界。阮清梦猛地抬头看向秦燕，后者眉头微蹙，似有迟疑。燕哥若是不愿让姐姐为我表演，那就算了。阮清月委屈地撇嘴，怎么会？秦燕立刻道，只是怕场面太血腥，吓着你。有燕哥在，我不怕。阮清月依偎进他怀里。秦燕看向阮清梦，去吧。简简单单2个字，判了他死刑。铁笼中10余条杜高犬龇着獠牙，血红的眼睛盯着阮清梦。他身上的伤还未痊愈，动作比平时慢了许多。汪！第一条狗扑来时，阮清梦侧身避过，反手一刀刺穿狗腹，温热的鲜血喷溅在脸上，引得其他狗群愈发狂躁。第2条、第3条，他渐渐力不从心，一个不慎，右腿被利齿撕下一块血肉。他闷哼一声，踉跄着后退。恍惚间，似乎看见看台上的秦燕猛地站起，可下一刻，阮清月拉住了他的衣袖，不知说了什么。秦燕犹豫片刻，竟弯腰抱起阮清月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斗狗场。阮清梦的心彻底冷了，没有秦燕的命令，无人敢打开铁笼，他只能咬紧牙关，将狗一一斩杀。当最后一条狗倒下时，铁笼里已经堆满了狗尸，而他也成了一个血人。他拖着残破的身体走出铁笼，每一步都留下血脚印。经过阮清月的套房时，他听见里面传来笑声。透过门缝，他看到秦燕正温柔地为阮清月戴项链。姐姐还在和狗群搏斗呢。阮清月突然道，燕哥不去看看吗？万一出事。他是杀手，身手了得，不会有事。秦燕语气平淡，修长的手指轻轻拂过阮清月的发丝。月月不用担心。阮清梦站在门外，看着自己血肉模糊的手臂，忽然笑了，那笑容比哭还难看，却终究没有落下一滴泪。他缓缓转身，一步步挪回自己的房间。此后数日，阮清梦闭门养伤，假死药剂的效力越来越强，他时常陷入昏迷，脉搏也越来越弱。这天，他勉强撑着出门，发现别墅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。这时，他问一个路过的佣人，燕哥要向月月小姐求婚啦。佣人兴奋道，仪式就定在后天。阮清梦怔了怔，竟感觉不到心痛，原来心死是这种感觉。阮清梦，秦燕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，我要去国外取订婚戒指，这几日你必须保护好月月，不能让她受一点伤，哪怕牺牲我的命吗？阮清梦轻声问。是。秦燕毫不犹豫，属下领命。他低头将所有未出口的话咽了回去。还有什么好问的呢？问他这些年可曾对他有过半分真心，问他那夜休息室的缠绵是否只是药性使然，问他为何能如此轻易就将他弃如敝履。没意义了。此后几日，他寸步不离地跟在阮清月身边，看着他趾高气扬地在别墅中穿梭，听着他一遍遍炫耀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燕哥说我是他此生唯一想娶的人。姐姐，你看这戒指上的钻石是燕哥特意从南非拍来的。姐姐，你陪了燕哥这么多年，怎么就没能让他多看你一眼呢？阮清梦始终沉默，仿佛一具没有灵魂的傀儡。直到第7日，假死药剂终于起效了。阮清梦脸色苍白，感受着身体一点点虚弱下去。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。傍晚，他借口不舒服回到房间，准备迎接死亡。刚躺下，就听阮清月套房传来尖叫，有杀手！身体比意识更快反应，阮清梦抓起手枪冲了出去，将惊慌失措的阮清月护在身后。杀手的子弹射来，他来不及躲闪，胸口顿时传来一阵剧痛。噗！子弹穿胸而过，鲜血喷涌而出。阮清梦咬牙，反手一枪将杀手击毙。一个，两个。当他解决完最后一个杀手时，终于支撑不住，一口鲜血喷出，重重跪倒在地。若是往常，这一枪并不能要了他的命。可假死药剂的效力在这一刻彻底发作，他的视线开始模糊，呼吸越来越弱。恍惚间，他仿佛又回到了10年前那个雨夜，少年秦燕逆光而来，朝奄奄一息的他伸出手。若重来一次，他还会跟他走吗？阮清梦不知道，
他只知道如今他用自己的命护了他的心上人，也算还清了这些年他给的恩情。等3天后再次睁眼，他只会是独属于自己的阮清梦，与旁人再无半分关系。他笑着闭上眼，迎接新生。秦燕的车队驶回别墅时，阮清月早已提着裙摆等在门口。远远望见他的座驾，他眼中立刻盈满欢喜，像只雀跃的蝴蝶般扑了过去。燕哥，他娇声唤着，整个人撞进他怀里，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腰。您可算回来了，月月这些天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您，以后每天都陪着你好不好？秦燕低头看他，唇角微扬，顺势将人搂住。保镖们热闹地挤在一边，激动地看着后面车上卸下的定制珠宝和奢侈品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辆粉色的兰博基尼，全球限量款，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彩。在豪门世家的婚约中，这些昂贵的礼物都是身份和宠爱的象征。女佣们纷纷露出了羡慕的神情。霍先生对阮小姐实在是太好了。秦燕紧紧牵着阮清月的手，突然觉得似乎少了些什么。她习惯性地环顾四周，眉头却急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别墅门前空荡荡的，除了几个垂手而立的保镖，再没旁人。以往他外出归来，阮清梦总会第一个出现，他总是沉默地站在最显眼的位置，眼中闪烁着看不透的锐利光芒，手中拿着最新情报，臂弯里搭着他的备用西装。哪怕他从未多看他一眼，他也从不会缺席。可今日他竟连影子都不见。燕哥，阮清月扬起脸，指尖轻轻点了点他的胸口。你怎么走神了？秦燕收回目光，淡淡道：无事，有些累了。他抬手示意身后的保镖把东西拿过来。保镖立刻捧上一个精致的鳄鱼皮行李箱。阮清月眼睛一亮，迫不及待地打开，里面堆满了各色限量版包包、珠宝，还有几件高级定制的礼服，都是顶尖的奢侈品，光靠钱是买不到的，甚至还有拍卖会上的珍藏品。他惊喜地轻呼一声，拿起一条钻石项链，爱不释手地把玩。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他脸颊泛红，仰头望着秦燕，眼中满是欣喜与甜蜜。你喜欢就好。秦燕淡淡地点了点头，目光却不自觉地落在行李箱最底层，那里静静躺着一把精巧的定制手枪，枪身镶嵌着暗纹，枪管泛着冷光，一看便是上等的防身武器。阮清月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伸手就要去拿，这把枪也好特别。秦燕却先一步将手枪拿起，顺手收入怀中。这个买错了，不是给你的。阮清月一怔，但很快又笑起来，并未在意，反正他也用不上那种武器，还是精致的珠宝包包适合自己。他抱着那些奢侈品，依偎在秦燕身侧，柔声道：燕哥，待我真好。秦燕没有接话，指腹摩挲着枪身的纹路，心头莫名烦躁起来。这把枪是他路过瑞士时从一个私人武器商手中定制的。第一眼看到他时，他脑海中浮现的便是阮清梦的模样。他握枪的手指修长有力，这把枪的重量和手感应当正合他手。可如今他竟不知该如何给他。正出神间，一名私人医生提着医疗箱匆匆从走廊走过，白大褂上沾着斑驳血迹。秦燕眼神一冷，厉声喝道：站住！医生吓得一哆嗦，连忙躬身行礼。燕哥。秦燕盯着他白大褂上的血迹，心中突然多了些怪异的不安，声音沉得吓人：这血哪来的？医生额头沁出冷汗，支支吾吾不敢答。一旁的阮清月见状，连忙挽住秦燕的手臂，软声道：燕哥别动怒，姐姐昨日受了点伤，医生刚去给她换了药。受伤？秦燕眯起眼，他人在哪儿？别墅中下人面面相觑，气氛瞬间变得凝滞，无一人敢应声。阮清月捏了捏秦燕的袖子，语气体贴：是我让姐姐好好休息的，她怕她身体不舒服，便没让她起身接您。秦燕冷笑一声，她倒是金贵。阮清月眼唇轻笑，顺势转移话题：燕哥一路奔波，月月陪您去花园走走可好？您不在的这些日子，园子里的玫瑰开了，可美了。秦燕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，任由他拉着自己往花园方向走。可走出几步，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阮清梦房间的方向，心头那股莫名的躁意始终未散。那把枪在他怀中沉甸甸的，像一块烧红的炭，烫得他心烦意乱。秦燕陪阮清月赏完花，听完音乐会后，觉得身体的疲惫感越来越重了。他实在是没什么胃口，有些不耐烦地拒绝了用晚餐的邀请。沐浴后便躺在床榻上昏昏欲睡。屋外不知何时下起了暴雨，雨水砸在玻璃窗上，发出让人心烦意乱的沉闷声响。秦燕皱着眉睡着了。她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噩梦，梦里阮清梦开着一辆黑色跑车，与她并肩行驶在沿海公路。她穿着黑色皮衣，发丝被风吹起，却始终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她觉得奇怪，侧头看他，问他怎么了。阮清梦这才缓缓抬起脸，那双总是沉静如水的眼睛里蓄满了泪。
顺着苍白的脸颊无声滑落。燕哥，我要走了。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，他的心里涌起了一阵不安和慌乱，伸手想抓住他，可身体却像被钉在原地，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驾车远去，身影渐渐消失在晨雾之中。秦燕猛地从梦中惊醒，心脏不受控制地剧烈跳动起来，后背已被冷汗浸透。哥，门外传来管家小心翼翼的叩门声，仪式快开始了，该更衣了。秦燕坐在床沿，掌心还残留着梦中想要抓住他的触感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微微颤抖，手被的青筋暴起，仿佛真的曾拼命想要挽留什么。窗外天色刚亮，灰蒙蒙的光透进来，衬得他脸色愈发阴沉。不过是个梦罢了。他冷着脸起身，任由侍者为他换上定制的高级西装。精致的剪裁和面料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可他的目光却总是不自觉地瞥向门口。那个本该站在这里为他整理领带、递上武器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。阮清梦呢？他突然开口，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焦躁。侍者们面面相觑，最后还是管家硬着头皮回答：回燕哥。阮姑娘一直没出过房间。秦燕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怀中的定制手枪，这是那把本该送给他的枪。他本以为今日他至少会来见他一面，哪怕只是远远地站着，像往常一样沉默地守着他。可他竟然连面都不露。去叫他。他冷声道：我订婚，他作为我的首席保镖，必须到场。保镖领命而去，秦燕则大步走向宴会厅。鲜花点缀，音乐悠扬，满堂宾客见他进来，纷纷举着香槟起身贺喜，满屋都是一片喜庆又快乐的气氛。他却只觉得烦闷，目光一次次扫向门口，却始终没等到想见的那个人。直到燕哥，阮清月穿着高级定制的礼服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被伴娘搀扶着走进来。她的步伐轻盈，裙摆曳地，任谁看了都要赞一声绝色。秦燕看着她，本该满心欢喜，这是她盼了许久的订婚，她终于要娶到自己心爱的女子了。可不知为何，胸口像是压了一块石头，沉甸甸的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，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刺眼，让她很不高兴。请交换订婚戒指。她若有所思地伸手，耳边却响起梦中阮清梦泪流满面的那句：我要走了，请双方亲吻。她再次看向门口，那里依旧空荡荡的。恭喜二位正式订婚。就在司仪宣布的那一刻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保镖惊慌的声音划破了音乐声：燕哥，阮姑娘出事了。秦燕猛地转身，心里那阵一直被刻意压住的不安彻底爆发了。阮清月感受到周围的躁动，精致的妆容闪过一丝不悦，她的眉眼含羞，可秦燕却连多看一眼的心思都没有，转身准备离开。一切发生得太突然，周围的宾客们都震惊了，大家纷纷低下头，窃窃私语起来，猜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保镖跪在地上，满脸急色地看着秦燕，忍不住再次开口：燕哥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如果不是事出紧急，我断不会在这种时刻打扰您。秦燕站在原地，保镖还在继续汇报，但他已经听不进任何话语，耳边只剩下嗡嗡的耳鸣声。生命体征微弱，多处旧伤导致器官衰竭，恐怕时间不多了。阮小姐体内毒素积累过深，现代医疗已经无能为力。私人医生曾经的诊断，此刻在他脑中反复回荡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抽痛的让他几乎无法呼吸。燕哥，阮清月带着哭腔从身后拉住他，姐姐总是用这种方式博取你的关注，你难道要在订婚仪式上抛下我吗？宴会厅里所有宾客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，窃窃私语声不绝于耳，议论声越来越响。霍先生不是一直对他那个冷血杀手很冷淡吗？怎么现在这副表情？那女人为霍先生办事，得罪了多少人？多少人想要他的命？这次怕是挺不过去了。秦燕攥紧拳头，没有回头，死死盯着前来报信的保镖，声音嘶哑：他到底怎么样了？保镖单膝跪地，声音发颤：阮小姐，心跳停止了。胡说！秦燕一脚踹翻旁边的餐台，玻璃器皿碎了一地。他揪住保镖的衣领，眼中布满血丝。他身手那么好，怎么可能？燕哥，保镖面色惨白，属下不敢说谎。秦燕松开手，转身就要往外冲。阮清月扑上来，拉住他的衣袖，泪眼婆娑：今天是我们的订婚日，你就这样丢下我？他脚步一顿，强压下心中的慌乱，耐着性子道：我去看看，很快回来。可是，听话。他掰开他的手指，语气不容置疑。江九霄还想说什么，但秦燕已经大步离开，背影透着从未有过的急切。阮清梦的套房安静的可怕，没有保镖，没有佣人，甚至连中央空调的嗡鸣声都显得格外突兀。秦燕站在房门前，胸口剧烈起伏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席卷全身。她猛地推开房门，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床上，阮清梦静静地躺着，脸色苍白如纸，
唇角还残留着一丝干涸的血迹。他的衬衫半敞，胸口处的绷带早已被鲜血浸透，暗红的痕迹触目惊心。秦燕的指尖微微发抖，她一步步走到床前，颤抖着伸手探向他的颈动脉，没有，一丝波动都没有。阮清梦，他低声唤他，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。别装了。他没有反应，连睫毛都没有颤动一下。起来，他的声音陡然提高，我命令你起来。依旧无声无息。秦燕一把抓住他的肩膀，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他的骨头。你不是最听我的话吗？我让你起来。他的身体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动，却依然软绵绵的，没有半点生气。秦燕怔愣了许久，刚刚还剧烈跳动的心脏，此刻却像是生锈了一般，一顿一顿的缓慢跳动。他觉得全身发麻，能清晰地听到自己不太平稳的呼吸声。来人！秦燕僵硬地回头，突然对着门外嘶吼，叫医生。医生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赶来的。他颤抖着检查阮清梦的生命体征，片刻后直接跪倒在地。燕哥，阮小姐多器官衰竭，失血过多，已经回天乏术了。胡说！秦燕一脚踹开医生，目眦欲裂。他前几天还能对付杀手，怎么可能突然这样？燕哥明鉴。医生趴在地上不敢抬头。阮小姐身上新伤叠旧伤，胸口那一枪更是致命，她能撑到今天已经是奇迹了。秦燕脸上血色尽失，她缓缓转头看向床上的人，她的手腕纤细苍白，上面还残留着手铐勒出的淤青，指尖微微蜷曲，指甲缝里还带着未洗净的火药痕迹，胸口的绷带下隐约可见翻卷的皮肉，伤口深可见骨，每一处都在提醒她曾经受过怎样的折磨，而她都做了些什么。滚！秦燕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全都给我滚出去！医生和保镖如蒙大赦，慌忙退下。房门关上的瞬间，秦燕的膝盖重重砸在地板上，她颤抖着握住阮清梦的手，冰冷僵硬，再也没有曾经的温度。从今往后，你的命是我的。年少时的话语犹在耳边，可如今他却先离开了他。秦燕死死攥着他的手，喉间涌上一股腥甜。他忽然想起那天他浑身是血的从黑市取回血清，他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想起他被泼了消毒酒精，却一声不吭，他却罚他受鞭刑。想起他站在暴雨中，看着他为阮清月挡子弹，一滴温热的液体落在他的手背上。秦燕怔了怔，抬手摸向自己的脸，他哭了。为了一个他以为自己完全不在意的杀手阮清梦，他将额头抵在他冰冷的手背上，声音破碎，你赢了。这世上终于有了他秦燕求而不得的东西。秦燕不知道自己跪了多久，窗外的天色从明亮到昏暗，最后彻底漆黑。房间里没有开灯，只有月光冷冷地照进来，落在阮清梦苍白的脸上。她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，安静的像是睡着了。可她知道，她永远不会再醒了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秦燕低声呢喃，手指无意识地轻抚着她冰冷的手背。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她第一次杀人后吓得发抖，她把他搂在怀里安慰了很久。有次雨夜，她执行任务时中了3枪，生命垂危，她守了3天3夜。想起商会晚宴那晚，他将她按在休息室沙发，他咬着唇不敢出声的样子。那时的他明明是在乎她的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切都变了。秦燕的目光扫过房间，突然在角落发现一个定制的保险箱，她踉跄着走过去，颤抖着输入她的生日密码，正确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与她有关的一切。一个定制枪套，做工精致，看得出是花了心思制作的。一件防弹背心，轻便坚韧，正是她喜欢的款式。还有各种分类好的急救药品，每一盒都贴着标签，写着用途、止血、止痛、解毒，都是他准备送给他，却始终没找到机会送出去的。保险箱最底层放着一本皮质日记本，秦燕缓缓翻开，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。今日燕哥夸了月月的钢琴弹得很好，我也偷偷学了很久，可他从未注意过。燕哥处理叛徒受伤，取了我4袋血，真的好痛，但想到能救他，我又觉得值得。那些帮派分子说燕哥为了月月才舍得送我过去，我不愿信。可回来后，燕哥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我知道我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，燕哥那么讨厌我，等我离开了，他一定会很开心吧。最后一页的墨迹还很新，像是刚写不久。若有来世，希望不要再遇见燕哥了，这种感觉实在太痛苦了。秦燕的视线模糊了，她死死攥着日记本，胸口像是被人深深剖开，痛得她弯下腰去。那些被忽略的细节，此刻全都涌上心头。她总是默默站在他身后，受伤了也不吭声。她记得他所有喜好，却从不邀功。她被阮清月刁难时受尽了折磨，却连一句辩解都不会为自己说，因为她爱他，爱到连死都选了一种不会让他为难的方式。阮清梦，
秦燕跪在床前，额头抵着他的手，终于失声痛哭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后悔了，我再也不会这么对你了。你睁开眼看看我好不好？他再也没有往日从容不迫的模样，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，眼泪浸湿了他的衣袖。10年来，他第一次允许自己为他流泪，可他却再也看不到了。不知哭了多久，秦燕精疲力竭地半跪在床边，握着他的手昏睡过去。着火了，快救火！尖锐的警报声将他惊醒。秦燕猛地坐起，浓烟已经灌满了房间，门外火光冲天。燕哥！几个保镖冲进来，不由分说地架起他就往外拖。放开！秦燕拼命挣扎，阮清梦还在里面。燕哥，房子要塌了！秦燕一脚踹开保镖，转身就要往火场里冲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声爆炸巨响，热浪将他掀翻在地。阮清梦！他声嘶力竭地喊着他的名字，却被保镖强行拖了出去。别墅外，整个侧翼已经陷入火海。秦燕跪在地上，眼睁睁看着墙体一块接一块地倒塌，火星四溅。最后一声巨响，房屋彻底化为废墟。秦燕呆呆地望着那片焦土，忽然笑了，笑声越来越大，最后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嘶吼。他真的好狠心，连尸体都不留给他。那把最锋利的枪，那个最忠心的杀手，那个爱了他10年的女人，就这样干干净净地消失在了他的生命里。大火终于被扑灭时，秦燕的双手已经血肉模糊，她疯了一般冲向那片焦黑的废墟，昂贵的西装被火星烫出无数破洞，却浑然不觉。燕哥，危险！保镖冲上来阻拦。滚开！秦燕双目赤红，一拳将人击倒。她跪在滚烫的灰烬中，徒手扒开断裂的钢筋，烧焦的金属片割破掌心，混着先前的伤口，鲜血顺着焦黑的水泥滴落，在灰烬中染出一团团暗红的痕迹。1块、2块、10块、20块，他麻木地搬动着废墟里的碎石，指甲翻裂，指节露出森森白骨。可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，除了几块烧焦的金属碎片，什么也没找到。继续找，秦燕的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。把整座别墅翻过来，也要找到他。暴雨突然倾盆而下，混合着雷鸣电闪，冰冷的雨水浇在秦燕身上，顺着她棱角分明的下颌滴落，分不清是雨是泪。她呆立在废墟前，黑色西装湿透，紧贴着消瘦的身形，整个人如同从地狱爬出的修罗。燕哥，老管家战战兢兢地撑伞上前。阮小姐恐怕已经已经什么？秦燕猛地转头，眼神里闪烁着骇人的寒光。管家吓得后退半步，硬着头皮道：爆炸太猛烈，人可能已经骨化为灰烬了。放肆！谁让你胡言乱语？秦燕一把掐住管家衣领，将人狠狠摔在地上。拖下去，关禁闭。惨叫声中，秦燕踉跄着跪回废墟，雨水冲刷着灰烬，露出一点银白的光。她颤抖着拨开碎水泥块，是阮清梦常戴的那条铂金项链。项链完好无损，在焦土中熠熠生辉，仿佛是她留给这个世间的最后一抹痕迹。秦燕小心翼翼地将它捧起，冰冷的金属贴在心口，那里空了一个大洞，呼呼漏着风。燕哥，三思！阮清月提着裙摆跑来，高跟鞋沾满泥水。您怎么在这儿淋雨？快随月月回去。秦燕缓缓抬头，雨水顺着她的眉骨流下，那张总是不可一世的脸上，此刻只剩死灰般的麻木。让开！阮清月僵在原地，她从未见过这样的秦燕，眼底一片赤红，面色灰败，仿佛被抽走了魂魄。她强撑着笑容去扶他。燕哥，别这样，姐姐若在天有灵，也不愿见你。别碰我！秦燕暴怒地一把掐住阮清月的脖子。谁准你提她？谁准你戴她的项链？她盯着阮清月颈间那条铂金项链，那是阮清梦最喜欢的款式。阮清月惊恐地瞪大眼，脸色涨红，无力地扑腾着手臂，艰难地喘息着。保镖们慌忙跪下。燕哥三思，阮小姐是无辜的啊！秦燕的手一点点收紧，却在阮清月翻白眼的瞬间突然松开。她颓然后退2步，看着跌坐在地拼命咳嗽的阮清月，视线又模糊了。是我冲动了，带阮小姐回去休息吧，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待一会。阮清月脸色煞白，哭得梨花带雨。燕哥，你为什么突然变了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那些帮派分子说的对。秦燕打断他，喃喃自语，是我一直看不清自己的心，我做错了太多事。他转身走向书房，留下满院噤若寒蝉的佣人。项链在掌心割出深深的血痕，心也已经痛到麻木了。秦燕觉得自己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拖入了无尽的深渊，四肢百骸只剩下无尽的冷意。整整7日，秦燕闭门不出，送进去的餐点原封不动端出来。
威士忌却空了好几瓶。保镖看不下去了，担心秦燕就这么颓废下去，危及生命。他冒着被处罚的风险硬闯进来时，看见的是满是狼藉和蜷缩在沙发角落的秦燕。他怀里紧抱着阮清梦的黑色皮衣，下巴冒出青黑的胡茬，眼下两片浓重的阴影，哪里还有半分黑道大佬的威风？燕哥，保镖跪下，语气里带着恳求，您不要再这么下去了，阮小姐死得那么冤，肯定也希望您能帮她找到真凶。秦燕缓缓抬眼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眼中又涌起了泪光。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遵命。保镖点到为止，也不敢再多说，匆匆退下了。房门关上的一刻，秦燕终于崩溃，她死死攥着项链，跪倒在地，额头抵着冰冷的地板，泪水流了满脸。她确实死了，死在他一次次的无视里，死在鞭刑的责罚下，而他甚至没来得及告诉他，那把定制手枪是专程为他定制的。阮清梦。秦燕将项链贴在唇边，泪水砸在地上。你回来好不好？回答他的只有窗外凄厉的风雨声，那个总是默默守候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了。直到这个时候，秦燕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她不是看不清自己的心，她是害怕看清自己的心。从她选择阮清梦作为自己身边最锋利的一把枪时，就注定了和他没有办法在一起。杀手最终的下场都是为主人而死，没有例外。秦燕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她只是一个从贫民窟捡来的可怜姑娘，自己给了她最好的一切，让她拥有了新生，往后为自己付出生命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的想法开始渐渐发生了变化。她会情不自禁地看向训练场上专注射击的阮清梦，自己也会不自觉地露出微笑。看到她任务失败后浑身是伤地躲在安全屋，心底也会控制不住地涌起惊慌和害怕。他极力地克制着心底的颤动，只能用疏远他来稳固自己的理智。直到阮清月的出现，看着他和阮清梦无比相似的脸，他终于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那些压抑在心底的感情全部宣泄给了这个替身。只有强迫自己爱上别人，事业才不会被影响，阮清梦才能有理由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。渐渐的，他越来越偏离自己的本心，一次次违背本意去做伤害阮清梦的事。他总是自信满满地认为，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让阮清梦离开他，哪怕自己是个罪大恶极的人。可他唯独忘记了死亡。想到这里，秦燕再也控制不住地失声痛哭起来。她狼狈地蜷缩在地上，颤抖着手捂住自己的脸，滚滚泪水顺着指缝流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窗外的雨也停了，一缕微弱的光芒正好照在了她的脸颊上。秦燕睁开眼，终于做好了决定。他要和阮清月把一切说清楚，自己会给他一大笔让余生衣食无忧的钱。两人从此好聚好散。秦燕起身冲了个澡，换上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，大步朝着他的套房走去。秦燕站在阮清月的套房外，手中的铂金项链几乎要被他捏变形。他本是想来与他做个了断，给他一笔钱，从此两不相欠。可还未敲门，就听见里面传来尖锐的骂声。一群没用的废物。阮清月的声音再不复往日甜美，反而尖锐刻薄。燕哥现在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，你们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我要是失宠了，你们谁都别想好过，我就是死也要拉你们垫背。秦燕眉头一皱，脚步顿住，透过虚掩的门缝向内望去，只见阮清月一袭名牌连衣裙，面容狰狞，手中拿着一个玻璃烟灰缸，狠狠砸向跪在地上的女佣。那女佣不敢躲闪，硬生生挨了一下，额头瞬间渗出血迹，却死死咬着唇，不敢出声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阮清月怒骂着，又抬手扇了另一个女佣一耳光。让你们跟踪燕哥的行踪都做不到，我要你们何用？几个女佣被打得浑身发抖，跪在地上不敢抬头。阮清月走向角落里最年轻的那个女孩，阴森森地威胁道：我记得你母亲是不是在医院做化疗，还有2个弟弟要上学，你说我要是断了你的工资，让你在街上自生自灭，你的家人怎么办啊？听到这些话，小女佣吓得脸色惨白，哭着连连磕头。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您怎么罚我都行，求您给我一条生路。
秦燕的眼神骤然冷了下来，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阮清月，那个在她面前总是温柔可人，连只蚂蚁都不敢踩的姑娘，此刻却面目狰狞地虐待佣人，眼神阴毒的令人心惊。月月，别气了。一旁的闺蜜轻笑着劝道：燕哥，现在不过是被那个死人迷了心窍，过些日子自然就想通了。想通？阮清月冷笑一声，眼中满是怨毒。她今天居然为了那个贱人要取消婚约，一个杀手死了就死了，凭什么让燕哥这么惦记？要我说，不如直接下药。闺蜜压低声音，语气阴险。等怀上孩子，她还能不认？到时候木已成舟，一个死人算什么？阮清月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狠毒，随即又得意地笑起来。也是，反正燕哥好骗得很，我说什么他都信。那贱人被我陷害了那么多次，连辩解都不敢，真是活该。就是，闺蜜附和道，真正对她好的，她反倒伤得最深，真是可笑。至于那个可怜的杀手，不是被炸得粉身碎骨了吗？我都替他可怜，哈哈哈。门外的秦燕浑身血液几乎凝固，她死死攥着拳，指节泛白，胸口翻涌着滔天怒火。原来那些事全是他搞的鬼。阮清梦被泼消毒酒精时，他信了阮清月的善良；他被诬陷时，他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他；他被逼与恶犬搏斗时，他冷眼旁观，而他竟还天真的以为阮清月是无辜的。